嗨，大家好，我是奇南君 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期是古埃及香文化系列的序章，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研究香文化为什么要先从古埃及开始？那我不卖关子了，先给两个结论。第一点，古埃及的文明非常的古老，它的香文化又非常发达，具有代表性且影响深远，后世的诸多文明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它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祖师爷辈分高。第二点，我们对早期的历史了解的非常有限，对香文化知道的更少，而正巧我们对古埃及了解的相对比较多，所以就只好先讲它的故事了。好了，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人类最初的文明诞生于古代地中海世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它们分别大约在6000年前和5500年前左右进入到了成熟文明的阶段。当时的文明世界还是一片荒芜，所以它们的先发优势就很明显，给整个地中海世界染上了第一层文明的底色。后续所有的晚辈文明从萌芽阶段起便受其影响，如腓尼基、犹太、希腊、波斯、罗马等，方方面面都带有这两大文明的文化基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文字。腓尼基字母是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的共同影响下而诞生的，然后腓尼基字母又影响了希腊字母的诞生，而希腊语是整个西方语言的基石。本系列的主题香文化自然也是这众多的文化基因之一。在公元前的时代，埃及作为独立国家持续超过了3000年，尤其在青铜时代结束前，古埃及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当时人类文明的灯塔。古埃及的香文化作为其软实力之一，影响力溢出到了周边国家，像宗教仪式用香、生活时尚、香料医学等等，都有向古埃及学习。即便在罗马统一地中海后，埃及的文明并未随着法老时代的结束而中断，它的文化在帝国时代依然顽强地延续了数个世纪，并作为一种强大的软实力，反过来影响着罗马帝国，融合成为了帝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埃及独特的香文化依然兴盛不衰，依靠先发优势和历史底蕴。埃及行省拥有在整个帝国境内最发达的芳香产业，很多罗马文献都记载过埃及出产的香水、化妆品等芳香制品，它们是风靡整个帝国的奢侈品，还形成了名牌效应。比如古典作家 Dioscorides 和普利尼都有记载过一款迷人的香水，名叫 Mendician， 它是因为在一座埃及城市 Mendes 生产而得名的。还有一款被称为埃及人的畅销香水，以没药和肉桂为主材料制成，在罗马卖到脱销。这样的名牌香水记载还有很多，不一一枚举了。当时的帝国精英们都以使用埃及的芳香制品为时尚，就像如今的香奈儿、爱马仕一样。普利尼还曾发过牢骚，吐槽过那些贵妇们疯狂痴迷这种转瞬即逝的奢侈品，实在太败家了，感慨整个上层社会的用香风气太过奢靡，世风日下，罗马堕落了，但完全没有人理他。在我国宋元时期曾风靡一时的蔷薇水，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在阿拉伯帝国时代的埃及行省生产的。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古埃及奠定了地中海世界香文化的基石，并引领着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香文化走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高峰。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才相对有所衰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西方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香文化都以崇尚树脂类香料为尊，后世发展的合香理论也都是以树脂类香料为核心，这些都可以溯源至古埃及。因此，想要了解后世的香文化发展脉络，古埃及香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世界上最无情的力量莫过于时间，多少璀璨的文明成就终被其抹杀，化为了尘土。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能被保存下来的历史信息星星点点。香文化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悠久，
但我们至今对古代世界的香文化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轴心时代之前的那数千年岁月。我们先需要认清两个无奈的现实情况。第一点，轴心时代之前的历史记载是相当稀少的。对于不清楚的小伙伴，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提出的一个历史学概念，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在这一时期全球大佬集体上线。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这个时期，人类历史迎来了思想大爆发，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文明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哲学体系。比如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印度有佛祖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呢，犹太教有先知，波斯有索罗亚斯德。所以总的来说，如今的世界的主流文明都是从轴心时代开始，形成了文明核心并传承至今。也正是从轴心时代开始，各类史料逐渐变得丰富，后人对历史的了解才相对更加详细。第二点，芳香从来都不是历史记录的重点，几乎全世界的历史记载，尤其是早期文明阶段，记载的重点都是神明的故事、帝王将相的事迹以及英雄的史诗，普通人根本就不配被记载，而微不足道的芳香更加不会被记载。古代的芳香并没有系统的记载，通常是各种零星的记录散落在文献中，而轴心时代之前的史料中，关于芳香的记载就更稀少了。在香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古埃及文明是极其特别的存在。虽然这个古老的文明也是历经磨难、沧海桑田，所遗留的历史文化信息非常有限，但与早期的文明相比，它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优势，幸运地保存了大量早期香文化的历史信息。以古埃及香文化作为切入点，是了解古地中海世界香文化的重要窗口。我们对比一下其他文明古国的情况。梁启超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概念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和中国。历史上，人类所有的主流香料都来自于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除印度外，其他3国在地理上都并非香料产地。但谈起古印度的香文化就很尴尬，这个是个香料大国，却无香史，我们真的很难讲好它的历史。首先，我们能确定的是，印度一定有非常灿烂的香文化，因为它是一个得天独厚产香料的国度。历史上各大文明的诸多香料都是通过贸易从印度获得的，但由于古印度河的哈拉帕文明已经断代，我们对其所知甚少，连文字都无法破译，更何谈历史研究。随后的雅利安人在印度建立了吠陀文明，但这个文明不热衷于记录历史，因为它有个非常独特的宗教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和幻，现实世界只是幻象，不过是短暂且虚幻的舞台，唯有神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有大量的文献，但主要记录的是神和英雄的故事，还有对神圣文本，就是吠陀和奥义书的注释。能读写的知识阶层认为记录现实历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就给历史研究造成了硬伤。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当年玄奘法师去留学的佛教圣地那兰陀寺，居然要依靠中国的历史记录遗址才重新在印度被发现。所以我们对南亚次大陆的基础历史了解都非常有限，更何谈香文化的历史研究。而在我们中国，目前学术上对早期香文化也是知之甚少，而且先秦香文化与我们如今自唐宋传承至今的香文化差异极大。也许中国的先民有过与后世截然不同但也很灿烂的香文化，但我们不是很清楚。此外，先秦典籍的记载也极其有限，同时我国的自然环境对保存史籍和其他历史载体也并不友善。关于这些，我们在后续的板块会详谈。而在古代地中海，与埃及相比，美索不达米亚是4战之地，
国家交替频繁，诸多古文明的信息容易被破坏和覆盖。如今通过考古学研究，已经对早期香文化和香料贸易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与古埃及相比，它的发展很有限，古埃及的香文化更为发达。所以这就凸显出了古埃及香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认知空白的那3000年时光。那古埃及文明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我认为有4大幸运优势。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下一期视频中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移步下个视频，已经更新了。好，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独特的见解，请你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也欢迎你关注我，我们一起继续这场文化之旅。我是新人 UP 主秦南君 Peter， 献给热爱生活、喜欢历史的你。